印度总理莫迪在赢得第3任期之后，改变首访周边邻国的惯例，将俄罗斯作为自己新任期的首访国，足见对俄罗斯的重视。那么，林先生，您如何看待莫迪的这一选择？他此访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莫迪这次访问俄罗斯呢，我觉得他核心的目的其实是安抚俄罗斯啊，因为从乌克兰战争之后啊，实际上这个印度跟俄罗斯的这个互动是在大量减少的。另外一个呢，印度这些年的这个外交整体上是亲美的，所以这就导致俄罗斯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抱怨。另外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个他刚刚缺席的这个上合组织的峰会，他这样对俄罗斯进行一个访问呢，也是一个安抚的这个效果。防务合作一直是俄印之间的重头，外界也关注此次两国会重启俄印军事合作，两国呢还有可能进行5代机的合作，以及签署后勤协议草案。在当下呀，这有点冒美西方之大不韪。那么，王先生，您如何来看待印度此举？莫迪想干什么？这个俄印之间呢，尤其在防务合作方面呢，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地位实际上发生了变化。那么这次这个莫迪访问俄罗斯，实际上也是想要解决一下原先的俄印之间呢在防务合作方面的这个不实惠的问题。这个不实惠主要是对印度的不实惠。那么这个印度它要强化它自己这个国防自主生产能力呢，它是把俄罗斯当做一个拐杖的。但是从原来的这个既有合作来看，这根拐杖可能太贵了。印度至少觉得它有点不实惠，因为它的这个产出收益比较小。那么在印度当前的这个议价权上升的情况下，可能印度可能需要更多的在这方面跟俄罗斯提出更多的要求啊，所以那么俄罗斯可能在这些要求上要松口。其实从去年7月就有消息说，印度考虑向俄罗斯出售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其实本来就是在俄罗斯的一种导弹的基础上，由俄印两国共同研制的。那么林先生，印度向俄罗斯卖武器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我觉得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这个印度实际上是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才能向俄罗斯这个卖它的武器啊。因为印度实际上这个到现在为止，它已经给乌克兰这个出售了大量的这个印度的武器啊。那这个向俄罗斯出售呢，它其实是一个平衡的这个策略。但问题是现在这个西方对印度还是有压力的，所以对印度来说呢，这个向俄罗斯出售布拉莫斯这种导弹的这个巡航导弹的这个可能性是一直印度是放在那的，它就是等着这个时机对它有利啊。这个莫斯科确实很迫切需要啊。然后美方的压力又小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才是印度出手的时候。莫迪访俄之后呢，马上就会去在俄乌冲突当中保持中立的奥地利。林先生怎么解读这样的安排？有分析认为呢，在俄乌冲突当中，印度可以扮演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关键调解人的角色。林先生认同吗？我觉得莫迪访问完莫斯科再去这个奥地利啊，它其实是外交上的一个这个很巧妙的一个安排，降低了他对这个俄罗斯访问的这个战略意义啊。因为这个在美国的看来，如果你只是专程去了一趟这个莫斯科的话，那这个美国人肯定就会非常之这个愤怒，就是兑点水稀释一下。对的，很明显，这个奥地利就是他用来这个稀释他这一次访俄的这个战略重要性。印度的外交呢，现在他们自己的称呼叫多面结盟，国内也有把它翻译成多项结盟。它一个外交一个基本的逻辑出发点就是发现并识别当前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矛盾，从矛盾中发现机遇，然后服务于印度的国家利益。那为了做到这一点呢，印度要尽可能维持尽可能多的关系，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乌克兰危机或者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当美国纠集了很多国家，政治上孤立俄罗斯啊，在联合国等平台发动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的时候，印度是要么否决，要么弃权啊。当美国又发动针对俄罗斯经济封锁或者金融制裁的时候，印度也是绝不参与。不但没有参与，而且是加大了对于对于俄罗斯原油的购买量。这个印度的外交是一个非常善于多项谋利的这么一个外交。那么毫无疑问，放在俄罗斯身上，印度这一点也是没有变化。他肯定会找机会，利用他的这种在俄乌冲突中的这种相对的中立，甚至某种程度上
倾向俄罗斯的立场啊，尽量的向俄罗斯谋求利益。但是至于俄罗斯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印度这种利益诉求，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于印度与俄罗斯强化关系，美国似乎醋意十足。6月中旬，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酸溜溜地表示，美国希望与印度发展技术合作，但印方与俄罗斯保持关系之举，在多方面阻碍这一合作。不过，他也指出，我们致力于发展更深入、更牢固的美印技术关系，并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俄印合作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对印度充满信心和信任。坎贝尔6月中旬的印度行，同行者还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沙利文与莫迪、外长苏杰生等都举行了会晤。其中，沙利文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共同主持的第2次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会议尤为值得关注。会议决定加强在多个战略领域的合作。2023年1月，美国和印度启动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这一倡议最早由美国总统拜登和莫迪于2022年宣布。路透社、金融时报等多家外媒认为，美国希望通过该倡议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并试图让印度摆脱对俄罗斯武器装备的依赖。在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中，外界高度聚焦防务技术合作。事实上，为了挤压俄罗斯在印度军火市场的份额，2016年6月，莫迪访美时，美国首次承认印度为主要防务伙伴。同年12月，美国防授权法案赋予印度等同于最亲密盟友伙伴的主要防务伙伴地位。2023年，美国军火商高调参加印度航展，抛出 F-35战机项目，被普遍认为是蓄意搅黄俄罗斯对印度发起的共同研发苏-75战机的邀约。美方的努力似乎有所成效。近期，新德里只有36%的武器进口来自俄罗斯，这是60多年来莫斯科的份额首次跌破50%。另一方面，印度已购买了价值超过210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包括 C-130J 运输机、P-8I 海上反潜巡逻机、AH-64E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CH-47契努克重型直升机等。虽然被美国从俄罗斯那挖了墙角，但印度有着自己的小九九。有印度官员曾对媒体透露，印方加大对美武器进口，是希望能超越单纯的买卖关系，从美方获得更多先进军工技术，以期实现国防生产的本土化。这也是莫迪实现印度制造计划的重要部分，而不是将自己的武器系统纳入美国阵营。不过，在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框架下，美方放出更大饵料，罕见对非盟友国家开启敏感技术转让。2023年6月，在莫迪访美期间，美印宣布了一项重大防务合作，共同生产战斗机引擎。印度国营的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将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合作，共同为印度国产光辉战斗机制造美制 F-414涡扇发动机，从而实现美国发动机在印度国产化。据悉，美国波音公司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和瑞典萨博公司的鹰狮战斗机也使用这种发动机。印度国防界人士透露，一旦在印度投产，美制 F-414涡扇发动机将被用于印度未来所有战斗机。不过，美国对待印度在拉拢的同时，也在拿捏。近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公布了一份所谓宗教自由的年度报告，指使印度宗教歧视。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日前还援引果阿纪事报等印度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正策划在孟加拉国、缅甸和印度东北部扶植建立一个宗教国家。在对相关议题的炒作中，一家叫基督教广播网的媒体机构出现频率最高，而它援引的信源来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经常发布一些所谓的调查报告，认定印度存在针对一些宗教群体的迫害。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多位委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着密切联系。换句话说，印度宗教矛盾相关话题不断发酵背后有 CIA 直接参与的痕迹。
基于这种塑料友情，有观察指出，印度也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获得美国提供的利好。实际上，去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印度一位副国家安全顾问就说得很明白：我们是许多国家的合作伙伴，包括在军事和国防领域上的伙伴。印美的军售关系不等同于说印度就是美国的盟友。莫迪访俄，美国的态度很微妙。美国到底是什么心态？介意到什么程度？为了拉拢印度，应该讲过去的5年，美国人我认为是下了血本了。政治上的这个不吝赞美，经济上好处没少给啊，安全上也卖了不少武器。5年的拉拢，换来了在这个美国想在俄乌冲突上，希望印度能够追随美国的态度的时候，那么印度该干什么干什么。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那很显然，美国的对俄和对印政策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莫迪又是怎么想的？他打算跟华盛顿玩一场什么样的牌局？不太雅的这个比方哈，我觉得印度实际上是在，玩一个典型的这个三角恋的这个游戏啊，就是俄罗斯和这个美国呢是他的2个同时的这个追求者啊。就这些年，美国能够给印度很大的这个好处，那是因为印度把这个杠杆用足了。所以当他现在看到这个美国方面对印度的反感情绪是在上升之后，所以他现在有必要把俄罗斯这个杠杆再重新拿出来啊。这拿出来之后呢，这会让美国重新看到还是要继续拉印度，要不拉的话，这个印度可能又不跟他们玩了。接下来美国的政治会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俄罗斯呢是印度一定意义上说是他最信任的这个传统的战略伙伴，所以他还是现在要通过访问这个莫斯科来巩固这个维护好这个基本的这个友谊，作为他的一个战略的基本依靠。就在上个月呢，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还有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都访问了印度，同意向印度销售更多的现代化武器。此举是针对俄罗斯吗？美国既然要完全的孤立或者要打击削弱俄罗斯的国防军工，那它的一个核心就是不能让俄罗斯国防军工获得海外的大的军售订单。那么印度作为俄罗斯的国防军工的一个传统的大客户，那么现在呢，尤其是要释放出来，要进一步的去，要跟俄罗斯要修复原先的，或者说重启原先在很多高精尖这个军民技术领域的，包括这个军工方面的这种合作，那对于美国来讲，这个是它的一个警钟，这也是它的一个红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会想方设法的要向印度抛橄榄枝，会进一步的解禁原有的对印度的这个出口武器，尤其是敏感技术方面武器的这种限制，一些高精尖的美国最先进的现役的，甚至是准备服役的一些主战武器系统，可能会放在或者是列入到美国向印度抛出这个橄榄枝这个菜单当中。美国大选呢，现在扑朔迷离，特别是在首场辩论之后呢，拜登的情况不容乐观。那么，美国大选对美印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王先生，我们看到特朗普在访印度的时候，一方面大谈美印之间有战略合作空间啊，另一方面又提我们的贸易不平衡，也说都要，战略上我要，战术上我也要。这一点其实印度是非常的不乐意看到，印度要的就是你要战略上的印度的站位，或者说某种姿态的表达。那么为了你换来印度的战略上姿态表达，你要在战术层面上给印度红利。这个红利既有经济上的让利、市场的开放、资本，也有安全上的武器的投入，也有印度在国际组织和地区舞台上的所谓的地区影响力的承认。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是建制派或者说民主党或者说拜登，当然可能拜登要退选，退不退选不知道。那如果说民主党的建制派这种真正的重视盟办体系的一个领导人当总统，那可能对于印度而言，比特朗普这种既要战略又要战术的，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这种而言，可能更好打交道。对于莫迪来讲呢，脚踩2条船，甚至脚踩多条船，当然是最有利的。不过呢，他能否长期在美俄间保持平衡，左右逢源呢？林先生，过去这个 G20开会的时候，这个印度既可以跟中俄搞叫中俄印三方的这个会晤，然后呢跟美国、日本搞这个美印日的这个三方的会晤啊。这个印度方面很高兴，因为他说你看，只有我这么一个大国能够跟所有大国都能够这个搞平衡的外交。但是发展到现在，尤其是这个大国竞争越来越加剧啊，大国之间的这个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加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印度现在在大国之间搞平衡越来越困难啊。
我讲一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说，当2条船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可以脚踏2只船，2个船往不同的方向走的时候，你踩在中间的那个人，你必然就要掉到水里的。我的理解就是，接下来呢，只要大国间矛盾进一步上升，越来越集团化之后，印度要保持这样的平衡，它的难度系数越来越高。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俄方有意召集中俄印3方坐在一起谈谈。如果中俄印3国能在欧亚大陆的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对于每个国家都有好处。中俄印3边合作机制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曾被视为3国增进互信、协调立场、谋求共识、寻求合作、扩大交流的重要平台。中方始终积极参与、积极发声。随着莫迪开启第3任期，各界高度关注中俄印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是否有望加深3边合作，为世界贡献积极力量。中印关系又会否迎来改善新契机？当地时间7月4号，在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间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阿斯塔纳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会晤。这是自莫迪成功连任新一届印度总理以来，中印2国在外交层面的首场接触。王毅表示，70年前，中印之间曾有过一次默契的合作。当年，中国携手印度、缅甸领导人共同倡议和平共处5项原则，为国与国之间如何处理关系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如何构建贡献了东方智慧。70年后的今天，双方有责任、有义务继续弘扬和平共处5项原则精神，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中印同为全球南方国家，应携手反对单边霸凌，抵制阵营对立，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双方同意致力于边境地区稳定，尽早就边界问题举行新一轮磋商。印度外交部则在其声明中表示，苏杰生敦促各方加倍努力，使军队在边境摩擦点上完全脱离接触。值得注意的是，6月28号，印度方面任命前任驻华大使、现任印度副国家安全顾问维克拉姆·米斯里为下任外交秘书，并于7月15号起正式履新。要知道，印度外交秘书这一职务作为印度最高级别的职业外交官，既负责制定外交政策，又负责具体落实，堪称外交部门的内部管理者，因此也一直是外界观察印度外交政策的重要窗口。在米斯里从业30余年的履历中，他不仅先后担任过3位印度总理的私人秘书，还被誉为印度中国关系问题的专家，有着与中方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和技巧，在华人脉广泛，并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唐永胜。值得一提的是，米斯里在担任印度驻华大使期间，中印爆发了2020年那次边境冲突。1年多后，也就是2021年的12月，米斯里从印度驻华大使的职位上离任。他当时还表示，虽然天上仍有乌云，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乌云镶着的银边，愿意为维护发展印中关系继续努力。实际上，随着莫迪第3任期的开启，中印关系将如何发展，如何减少2国民众对彼此存在的误解等，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舆论普遍认为，印度方面需要拿出更多诚意。过去1年，面对中方多次提出要恢复中印直飞航线的要求，印方都已读不回。印度一名官员声称，只有边境问题解决的情况下，印度才会和中方谈恢复2国直航的事情。对此，中方曾多次表示，边界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边界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应当将其放在中印关系的适当位置，加以妥善管控。20世纪90年代末期，俄罗斯曾经提出所谓的 RIC 3驾马车的设想，也就是通过促进中俄印3大国的合作来应对全球和地区性的问题。近期呢，俄外长也再次表示要促成中俄印3国会议。那么林先生如何看待俄方的意图？从俄罗斯目前的这个外交的困境来说啊，它其实这个中国和印度对它而言，这个重要性无疑是在上升的啊。但是到了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这个三国的这个合作的基础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削弱的。但是呢，这个双方形成一个基本的，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形成一个协调的这个机制呢，这是完全可能的啊。
而且在过去呢，已经有这样长达将近20年的这个实践啊。中俄印过去我们都发过这个共同声明，对吧？关于这个支持全球化世界啊等等这样的很多的联合的这个宣言啊，就是在很多很具体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双方还是存在高度一致的这个政策的。那么对于中俄印3方合作，中方的态度是什么？王先生，在中俄印3国里，中国对于俄罗斯和印度发展双边关系都是非常积极的。毫无疑问，中俄关系现在在非常高的层面运行。那么对于印度，其实中方的表态非常清楚，中方是怀着真诚的心态，希望推动中印关系的健康向上发展，也妥善的愿意和印方呢相向而行，处理好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双边关系。那么在中俄印这个3边的这个三国这个合作这个关系上，应该讲中方的表态也非常积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这个世界的多极化。应该讲，历来是俄罗斯、中国和印度3大这个力量方嘛，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在推动的一个立场。在现在这个我们讲这个一定程度上冷战思维重现啊，阵营对抗又出现这个情况下，彰显中俄印在上世纪90年代出台之初的这种精神，就是推动多极化、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很显然显得非常有必要。关于中印边境问题呢，印方的态度是先解决边境问题，然后呢再谈其他。中方的态度是边境问题不应该是妨碍中印之间其他方面的合作，边境问题也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双方有点僵在这里了。这个僵局有可能被打破吗？还是说这个僵局会长期存在？1988年，拉基夫甘地当时的印度总理访华的时候，与中国的领导人邓公达成了一个原则性共识，就是双方在就边界问题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的同时，推动其他领域的合作。其实这1988年的这个原则性共识，为此后30年的中印关系打下了基础。可以不夸张地说，过去30年中印在经贸也好，包括在一些国际地区舞台的合作也好的一系列的合作的成果，应该讲都和这个原则性共识脱不开关系。当然，应该讲中国对于这个原则性共识，我们坚持到现在，是印度变了。是1988年你的总理来中国时候达成这个共识，现在你又说我不这么干了。现在边界问题必须先解决，然后中印关系才能发展。如果边界问题不解决，那中印关系其他领域合作也不搞。这个变化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国，所以讲这个可能要先理清楚这个历史经纬。即使这个加勒万这次的这个接触脱离了，不能保证未来边界问题上印度方面出于种种的考虑不会再一次的这个挑起一些事端。边界问题可能也要放在中印关系的大的框架下看。在目前的印度看来呢，保持中印关系的某种可控的紧张，确实对于印度有利。但是这个紧张不能打起来，真打起来，印度就觉得对他没利了。某种的紧张程度，对于印度向美国那儿争取一些实在的好处，表现一些姿态，对于国内彰显自己的民族主义的所谓的印度捍卫者、印度守夜人的这个角色都有利。